民党主张要跟中国很好，那你要怎么保卫台湾？现在反正呢，只要蓝白提什么，通通都是垃圾哦，通通都是替中共在入侵台湾。我都替吴峥讲话，我向来是最支持吴峥的、啊。馆长只是去上海旅游5天，还要天天被吴峥盯的，还没赚到红钱，先被骂赚红钱。结果真正赚红钱的在那边搞白，铲除黑心发言人小令叫刘玉文，自诩反共，常年在中国大陆经商赚红钱。你有病！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第四个，这个蓝白合体啊，大罢免变成民进党对共产党的民主投票。选前1周啊，看到的是社会对决的戏码不断的上演。那台湾的民主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就主要了，当然我们现在大家一起来反罢。韩国的媒体直接爆料说，这个尹锡悦要搞戒严的时候，有派人来台湾啊。然后呢，是在他发动戒严之前呢，10月的时候就来了。还有人派来台湾，真的假的？哎，这真的嘛？然后呢，我告诉你，宝鸡哥是有多可怕呢？他来之后，为什么后面尹锡悦发动了戒严的时候，第一时间民进党就做一个戒严的附和？那没错嘛。所以真的吗？所以现在你这样讲是真的吗？哎，这个就要等一下问一下吴峥了嘛。确实有一个韩国的媒体就是说，有一个这个韩国军方人士来台湾，然后他其实是要来争取台湾政府对于韩国戒严支持。其实这个我们昨天总统府已经严正驳斥过了，就是这个人士跟我们台湾政府交涉过程中是完全没有涉及任何他们国内的内政。原本我们以为啦，就是尹锡悦偷了赖清德总统的剧本，后来发现呢，可能是共同创作者啊，这个是比较好笑的地方。会不会发生呢？因为8种都帮我们证实啦。如果呢今天大罢免没有成功的话，那未来赖清德总统要发动戒严就没办法发动啦。哇，这个事情我也就觉得实在太妙了。当然我知道吴峥有口难言啊，我也不期待说吴峥有这个发言，因为我觉得我们要保护吴峥好朋友。可是大家记得吗？其实在今年初总预算审查的时候，体育署的差旅费是被蓝白来做删减的，删了15%。那当时其实我们看到，包含王宏威委员他也主张说，这又不是给选手的钱给体育署官员的钱删一点，怎么了？对不对？当时是这样讲嘛。抗中保台这件事情，当然因为国民党跟共产党走的距离近啊，这段时间我们过去讨论很多了。因为现在我们看到在野党，就是说国民党、民众党，很多时候他为了要背革政府的施政，那去觉得说我就要挫挫你的锐气，我就把你预算删掉，我要把你这个你想做的事情，我就不给你做。但问题是说，很多台湾人民，其实像今天的新闻就很好例子嘛，是担心是说你在这样子的对抗过程中削弱了台湾政府在国际上维护我们主权、维护我们国防的能力，所以大家对此感到忧心。其实真正中共介选最主要是要帮助民进党啊，拜托，第一个共谍都在民进党嘛。第二个呢，你看到最近一系列各种假中立出来这边恐吓说，哎呀，中共会介入的结果什么？曹新成回来之后，我就认为民进党没救了，因为曹新成就是最大共谍嘛。曹新成你就想，现在还反共，过去在干共。他在干什么？那你看他所有找来的人，全部都是一路货色，然后跟他配合最好沈伯洋他们家什么红色台商郭玉琴，她老公在干嘛？然后到现在今天最新的罢免徐小倩的发言人小令每天上绿媒啊，就那小令根本就完全就在对岸300出的剧场啊，写了一大串热等的文章，然后上面是什么？他其实就是在对岸搞这个叫做铲除黑心发言人小令叫刘玉文，自诩反共，常年在中国大陆经商赚红钱啊，所以我真的要装聋作哑吗？真正的中共同路人在哪里？就在总统府啊，就是民进党啊，他赚的是红钱啊，难道是我们吗？我们只是有大陆网友或全世界的华人网友抖那一下，就说哦哟，历史哥你赚红钱，不公平嘛？讲白了，如果同样的标准怎么我们是圣人标准，他们是什么？他们是妓女标准，是这样吗？我觉得太恶心了，好不好？最后这种所谓赚红钱，真正他们不是大巫见小巫啊，他们是宇宙巫，对我们是奈米巫啊。在历史哥陈述的故事里面，民进党跟共产党是麻吉，整个串通在一起，非常的好。然后呢，共同的目的就是要夹杀中国国民党，里应外合，说一个扮白脸，一个扮黑脸，我们目的就是要让中国国民党在台湾消失，整个都这样讲好了都是战友这个是历史哥刚刚跟大家讲的嘛，那就有一个很奇怪的问题啦。那如果是这个样子，如果中国国民党真的是这样子认知的话，那国民党在一池热脸去贴人家冷屁股在贴什么的，对不对？在立法院里面，民进党提立委附中要报备，反对的是国民党；在立法院里面主张中配入籍年限要6改4，也是国民党。那在立法院走总召带队17个立委浩浩荡荡到北京见王沪宁，还是国民党。到派副主席每一年夏令营都去跟中国共产党成婚定情，还是国民党嘛，对不对？那如果国民党真的觉得说共产党已经跟民进党沆瀣一气，要来把你们歼灭了，
那奇怪，你是还在整天抱人家大腿，在抱什么的？不觉得这个故事很奇怪，很都不拢吗？所以我觉得这样，大家可以看了，就是说我刚刚提到，其实最关键的一个问题还是在于说，中国就是一个对台湾有并吞野心、有军事威胁，然后有渗透的国家嘛，在我们国内发起谍报战，这都是大家已经看得到的事情。那对于这样一个国家，我们要不要去强化我们的防卫？我们在政策上要不要更多去风险化？要不要更多的警醒？其实这是一个很单纯的问题。那民进党就是这个路线嘛，那国民党就不是嘛。国民党主张要跟中国化敌为友，要跟他很好，这样对不对？所以那台湾人民对国民党的政策路线有质疑、有疑问，觉得说那你要怎么保卫台湾？这是非常非常自然的事情嘛。第一个，你得先当家，你才能并购，对吧？今天国民党的这些立法委员去见了王沪宁，当然那是他们国民党要自己做选择，他们要得承受这个调票啊。这个是现实嘛？不然国民党为什么现在反罢免？确实有一些青鸟拿这个来打他，这也是现实嘛。可是我们诚心而论啊，提出并购论的是谁？是国民党吗？想要跟习近平去吃鸡排喝珍奶的是谁？难道是傅昆萁吗？老实讲，明着都是卖不掉的啦。那国台办呢，到底是帮国民党助选呢，还是帮国民党拜票呢？这事情大家也都很清楚嘛。所以国台办明着帮国民党，事实上怎样？这个叫高级黑嘛。但是国民党没办法，因为对国民党来讲呢，他们主张两岸和平，两岸和平的对口单位就是国台办啊。我们台湾就陆委会啊。只是我们现在陆委会现在做的不是陆委会的事情，它叫大陆委员会，就是他每天都说中国。那光自己就违宪了，这种单位，吴峥应该先谴责他们，因为吴峥是真正是正义的、有勇敢的，应该要针对了党里面的这些光怪陆离的家伙、违宪的家伙，要好好批判一下啊！我都替吴峥讲话，我向来是最支持吴峥的、他那些同事，拜托，那些同事都输给八炯了，八炯被我打趴了，所以呢，吴峥一定是赢八炯，所以我看得起吴峥，我才来的。是这样吗？真的啦！欧巴，你平常发通告我会来吗？这样。百工百业出来呢，开枪开最大的其实也不是吴峥啊，因为吴峥是大家的 support 都是好朋友。有一个人最大，叫做什么？叫沈伯洋。沈伯洋母丧刚办完呢，就跳出来。其实他母丧期间，那你就看到百工百业里面的这个沈伯洋的那个文饰哈，就非常的清楚。所以吹号角的是沈伯洋啊。当然你办丧事期间你要怎么搞，那我们也没辙。就像我阿公最近过世了，我也不会拿这个拿来这个什么蓝白或是绿色的不要来哈，我都觉得反正人家愿意来给你致电就很好。但是他借这个机会又把这个声音给嘣又炒起来了。然后第三个，你看到百工百业里面有很多这种呼应的人呢，其实都是绿营的小 KOL， 什么银针律师啦，什么团购版主，我就去查了一下，过去流量其实都相当好，那现在都崩盘了，为什么？因为他们就很爱做政治表态啊，你做行李又要假中立，然后你又要洗地，那抱歉，你就是下个自欺欺欺啊。你洗地一失败，那就掉下去。重点是说，确实在这里面把这个社群鼓动起来了。那蔡英文总统那一下打下去的时候，确实有它的效应。但是我觉得，因为大家已经反复被这种事情折腾过太多次了嘛，包括柯建铭这2天也被人家踢爆说，他光是在脸书下广告，1个月下50几万嘛，下了300多万了嘛，这个我们全部都有证据啊。那我讲真的啦，这种网络战、舆论战，过去真的有效。14年的时候，太阳花，像我们都是太阳花的热情支持者啊，我一个人就帮他蔡英文打了10通电话拉了票嘛，然后我就很用力的投给了时代力量，还很自豪。那现在就是常常被我弟拿出来酸我说，你得出来给我拉票，可恶啊！但不管怎么样，就是这一次呢，大罢免大成功里面确实有很多腐凿的痕迹，而这些腐凿的痕迹跟过去有个不一样，就是过去老百姓真的就上钩了。但是在这一次里面看，大家都是自发性的找各种资料，然后在网络上到处的散播，然后散播过程中你要被检证嘛。那被检证的人，其实我觉得确实他们提供的资料都是相当核实的，因为像包括这个公司啊这些资料，我都去做过一些查核。我认为说他提供资料并没有造假部分，这个其实就回应到之前沈伯洋刚被踢爆沈土城是一个大陆做大生意的大台商，总共19000笔资料，然后做了10几亿生意的时候，那这个内容为什么后来沈伯洋必须被坦诚跟承认？因为所有的资料，要么经济部的公示资料，要么厄瓜多的网站，要么甚至中国大陆的这一种相关的这个检查的网站，都是事实的资料。最后你的辩驳就变得苍白无力一样嘛。百工百业这件事情出来挺罢免，它的内容跟这个后面你看起来好像哇来势汹汹，结果一经检查，很多都是绿营的 KOL 在带。那当然有些人跟进。可是里面腐凿的痕迹斑斑，所以会让很多人说好吧，那你就轻了自嗨。可是真的对主流民意或对大部分民意能够起多大的影响，我是持一个巨大的质疑的。历史哥又再一次看破了笼罩在大家眼前的迷雾。
没有错啊，因为大家我觉得就确实，像这个账号表面上是我们板桥议员黄淑君，其实不是，因为他说你说对了，留言的我们全都是同一个人假扮的，不信我换一个账号来留言给你看，就换了一个账号了啊，这个表面上看起来是谢之乔作家，但是他也留一模一样，说你说对了啊，其实我们都同一个人。那再往下看，怎么每个人都一样啊？这个是表面看起来是赖品妤啊，其实也不是，因为都留言一模一样嘛。这个表面上是四叉猫，其实也不是，都不是，好不好？全部下面这些哇，你看留言好多哦 ，Chris 什么什么什么也不是，黑龙 gay， 全部都是 gay， 都没有百工百业，没有。他们只有一个人而已，所以大家小心，这世界上就是潜藏着很多欺骗你的真相。例如说前几年，其实也不是前几年，快要10年前了，怎么每个人都拿冰桶起来泼到自己头上，然后都要点名3个人，奇怪，这背后一定有人在操作。所以这些冰桶挑战，你看着什么 LeBron James 啦，什么 Kobe 啊，都去冰桶挑战，错，后面都是公关公司操纵他们，所以你要小心啊。各位观众朋友，一不小心你就被人脑控了。所以各位朋友，历史哥帮你点破这个真相。我刚才没有说都假的哦，重点是说这里面有没有人在做一些操作，我们是点破这个事情。但至于说你要不要相信，要不要跟从，那本来就是个人的嘛，本来就有大罢免大成功嘛，也有人支持大罢免大失败嘛。那问题是说，现在傅昆萁进来这个立法院以后，他就有一种就是他习惯了这种很阿爸、很霸道的方式。其实现在很多朋友在讲了，就是说，如果国民党去年年初是一个别人当总召，比较资深的，例如说赖士葆，或例如说谁，可能都不至于到今天引起这么大的天怒人怨。所以傅昆萁，你说对民进党来说重不重要？应该说没有傅昆萁对我们来说当然很重要。如果今天的总召不是傅昆萁，那民进党马上要停止大罢免嘛？有可能吗？但不可能嘛！大罢免，瓜梗就跟你讲啊嘛，1月13号选书的时阵，对不？甲赖清德总统给盯落来，就是要给你大罢免大成功嘛。大罢免大成功是谁发起的？不是我是谁呢？